米哈伊尔·彼得罗夫，在西伯利亚的白军部队里当了2年兵。他原本是萨马拉省一个村庄的农民，1916年被征入沙俄军队，在西部前线打了2年仗。1917年革命爆发后，他所在的部队解散了。他没有回家，不是不想回，是他已经不知道家还在不在了。他在部队里待的时间太长，长到他已经不记得自己除了当兵还会做什么。1918年秋天，他在鄂木斯克加入了高尔察克的白军。他加入白军的原因很简单，白军管饭。在高尔察克统治的时期，鄂木斯克是白军的首都，街上到处是招兵站，贴着招兵的告示，写着保卫祖国、保卫沙皇之类的口号。米哈伊尔不关心沙皇，也不关心祖国，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：加入哪一方有饭吃。他在白军里当了一个普通的步兵，领了1支步枪和2条毛毯。他的部队在1919年被派去和红军作战，在乌拉尔山脉附近打了几场硬仗。他活了下来，不是因为勇敢，是因为他学会了在枪林弹雨中找掩护的本能。那是在西部前线2年的仗打出来的本能。1919年冬天，白军全线溃败，高尔察克的部队被红军击溃之后，开始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向东撤退。米哈伊尔跟着溃退的队伍走，队伍越走越散，越走越少。起初还有编制，后来只剩下了一群人和1支枪，再后来连枪也没有了。他在一次遭遇战中被冲散，从此失去了和任何部队的联系。他开始了一个人沿着铁路向东走的旅程，从鄂木斯克到新西伯利亚，从新西伯利亚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，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伊尔库茨克。他走了大约2000公里，走了整整1个冬天。他有时候搭上运货的火车，那些火车装着逃难的平民和撤退的军队，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。他有时候不行，当火车停下来不再前进的时候，当铁轨被炸断的时候，当前方传来枪声的时候，他在路上看到了很多事。他看到一列装满了难民的火车在站台上停了3天，没有人来加水，没有人生火做饭。车厢里的人下了车，蹲在铁路边捡拾能烧的东西，有人甚至开始拆枕木生火。火车最后开走了，站台上留下了10几具尸体，冻死的、饿死的、生病死的，没有人掩埋他们，因为活着的人还要赶路。他看到一个小女孩死在了母亲怀里，母亲抱着她不肯放手，坐在站台上哭了1整夜。第2天早上，他站起来，把孩子放在了站台的长椅上，盖上自己的围巾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他没有回头。他看到有人为了半个面包杀人，有人为了半瓶水偷窃，有人把自己仅有的钱交给一个声称能带他过边境的骗子，然后被骗走了最后一点东西。他也看到过善良，一个中国老人给了他1块饼，一个朝鲜女人给了他1个土豆，一个俄国老太太多给了他1把干柴，让他烤火。那些人自己也很穷，但他们还是分了东西给他。他后来想，一个人在最难的时候遇到的善意，往往不是来自最富有的人，而是来自那些同样在困难中挣扎的人。1920年春天，米哈伊尔到达了哈尔滨。他到达哈尔滨的时候，身上只剩下一件满是虱子的军装，一双破到露出脚趾的靴子，和1块当作干粮的硬面包。他在城外看到了一座城市的轮廓，教堂的尖顶，工厂的烟囱，火车站的钟楼。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，然后走进了这座城市。他在哈尔滨的第1个星期是最难熬的。他没有钱，
没有住的地方，没有认识的人。他在铁路货场的角落里睡了2夜，在码头的仓库门口睡了1夜，在道里区的教堂门口睡了1夜。他被巡警赶了3次，被狗追过1次，被一个醉汉打了1拳。第5天，他在道外区的一家木匠铺门口停下来，就是德厚家具铺。他看到门口堆着一批需要搬运的木料，他走进去，用手势比划着，问有没有活干。赵德厚看了他一眼，一个俄国人，年轻瘦，衣服破得不像样子，但眼神里有一种东西。赵德厚在哈尔滨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，他们从西伯利亚的方向走来，一个个像从冰窟窿里爬出来的一样。他指了指那堆木料，用手势比划了一下，搬进后院。码好。米哈伊尔搬了1个下午，他干活的时候不说话，把每一块木板都码得整整齐齐。赵德厚傍晚出来看了一眼，发现他码的木板比工人们码的还整齐，按长宽分类，同尺寸的堆在一起，像是受过训练的样子。赵德厚问他是干什么的。米哈伊尔听不懂中文，但从手势里明白了问题。他指了指自己，做了一个扛枪的姿势，然后摆了摆手。当过兵，现在不是了。赵德厚点了点头。他递给米哈伊尔1碗粥和1张饼，说了一句：“明天还来。”米哈伊尔没有听懂那句话，但他看懂了那碗粥和那张饼。他接过来吃完了，然后他做了一个让赵德厚没想到的动作。他站起来，朝赵德厚鞠了一个躬。赵德厚愣了一下，然后摆了摆手，转身进了铺子。米哈伊尔在德厚家具铺干了1个月，他开始有了一个住处。赵德厚把后院的一间杂物房收拾出来给他住。那间房不大，1张木板床，1个旧炉子，但比他过去1年住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好。他有了固定的饭吃，有了活干。虽然工钱不多，但他攒下了人生中第一笔钱，几块银元。他拿到第1份工钱的那天傍晚，去街上买了1块黑列巴、1节香肠和1瓶伏特加。他花了几乎所有的工钱，但他不在乎。他拿着那3样东西，走到松花江边，坐在冰面上。松花江已经解冻了，但岸边还有残冰。他把黑列巴掰开，切了香肠，打开伏特加，对着东边的天空喝了一口。东边是他的家乡的方向。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家在哪里，他只知道大致的方向，在乌拉尔山那边，在几千公里以外。他也不知道他的家还在不在，他的父母还活着没有。他离开家乡的时候18岁，现在他24岁。他在这6年里，当兵、打仗、逃跑、挨饿、流浪。他觉得自己已经老了。他对着东边的天空又喝了一口。伏特加是辣的，烧喉咙。他咳嗽了几声，但没有放下瓶子。他坐在松花江边，慢慢地喝完了那瓶酒，吃完了那块黑列巴和那节香肠。他站起来的时候有点晃，但他没有摔倒。他走回德厚家具铺的后院，倒在木板床上，闭上了眼睛。那是他到哈尔滨之后第一次睡了一个安稳觉。米哈伊尔在德厚家具铺干了1个月之后，赵德厚发现这个俄国年轻人干活很稳，不偷懒，也不冒失。他搬木头的时候会把最重的留给自己，码料的时候总是先看几眼再动手，像是习惯了先观察再行动。赵德厚有一天跟刘大庄说起他，刘大庄说，当过兵的人都这样。赵德厚说他不像兵，刘大庄说他像打过仗的人。打过仗的人和没打过仗的人不一样。刘大庄说，打过仗的人眼里没有多余的东西，
他们看人看物都直来直去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在一个随时可能死的环境里，浪费时间是最大的浪费。米哈伊尔开始学着干活以外的中国东西。他最先学会的中文词是吃饭，然后是工钱，然后是谢谢。他用这3个词应付了大多数日常场合。他还会一个词，是赵德厚教他的。哈尔滨的冬天，他学会了用这个词打招呼，也用这个词回答问候，就像他以前用俄语说一样。他发现哈尔滨的中国人对白俄难民的态度很复杂，有的人同情他们，有的人警惕他们，有的人无视他们，但大部分人和他接触的时候都保持着一种礼貌的距离，不会太亲近，也不会太疏远，就像对待一个随时会离开的客人。米哈伊尔对这种距离感没有意见，他也不想和谁走得太近。他在哈尔滨的身份是一个搬运工，一个从西伯利亚来的人，一个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人。他在哈尔滨遇到的第一个和他说话超过3句的俄国人是安德烈·别廖佐夫，一个白俄作家兼记者。安德烈在哈尔滨办了一份俄文报纸，叫《远方》。他来找赵德厚订家具的时候，看到了正在搬木料的米哈伊尔。安德烈站在门口看了他一会儿，然后开口用俄语问他：“你是哪里人？”米哈伊尔说：“萨马拉省的。”安德烈说：“萨马拉省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去过那里。”米哈伊尔说：“他记得萨马拉省的冬天很冷。”安德烈说：“他记得萨马拉省的黑面包很好吃。”2个人站在德厚家具铺门口，用俄语说了大约10句话，然后安德烈走进了铺子，去订他的家具。米哈伊尔继续搬他的木料。他搬完最后一捆木料之后，站在那里想了一会儿。萨马拉省的黑面包确实很好吃，他以前不觉得，现在想起来了。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，肚子饿的时候，想起的是萨马拉省的黑面包，不是香肠，不是伏特加，是黑面包，那种酸酸的带着麦香的味道。他小时候，母亲每个月烤一次面包，他总能记住那味道。在战争里，在逃亡中，在哈尔滨的杂物房里，他都没有忘记那味道。1920年夏天，米哈伊尔开始在搬运工之外接一些别的活。他帮赵德厚送货，帮老普抬木料，帮小朱打下手。他发现自己其实不讨厌干活，甚至有点喜欢。干完活之后，那种疲惫但是踏实的感受。他在白军里的时候学会了扛枪，现在他学会了扛木头。他更喜欢扛木头，因为木头不会朝你开枪。他攒了几个月的工钱之后，买了一件新棉袄，旧的军装终于可以脱下来了。他把那件满是虱子的军装卷起来，想扔进炉子里烧掉，但他在最后一刻停住了。他拿着那件军装，站在炉子前面站了很久，然后把它叠好，放在了杂物房的一个角落。他没有烧掉它，他说不清楚为什么，他只知道那件军装是他的一部分，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。他在那件军装里度过了最冷的一个冬天，那件军装救过他的命，至少挡过几次风。他不喜欢它，但他不能否认它。那件军装后来一直放在杂物房的角落里，1年、2年、3年，它慢慢变旧变脆，颜色更淡了，像一个被遗忘的过去。但米哈伊尔偶尔会在整理杂物房的时候看到它，然后站一会儿，再把它放回原处。1921年春天，哈尔滨的白俄社区里开始流传一种说法，说远东共和国成立了，对白俄的态度松动了。有人说可以回国了，有人说不可以，回去的人会被清算。米哈伊尔听到了这些说法，但他没有动心。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俄国，他只知道
他在这里有活干，有饭吃，有一间杂物房住。他不确定那些算不算家的东西，但他确定，他不想再流浪了。有一天，他在江边碰到了安德烈。安德烈正站在江边看江水，两个人站了一会儿。安德烈问他：“你想过回国吗？”米哈伊尔说：“想过。”安德烈说：“然后呢？”米哈伊尔说：“然后我在这里。”安德烈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再说。他们又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各自走了。米哈伊尔回到杂物房躺下，他躺在床上看着房顶，想安德烈问他的那个问题：“你想过回国吗？”他想过，他想过很多次，但他想的时候，想的不是回国的路，而是萨马拉省的黑面包的味道。他母亲的脸他已经记不太清了，但黑面包的味道他还记得。他闭上眼睛，决定不想了，明天还要干活。米哈伊尔在哈尔滨生活了3年之后，开始觉得自己像一个正常人了。他在德厚家具铺的工钱不多，但稳定。他学会了用筷子吃面条，学会了在冬天出门之前先把耳朵和鼻子包好，学会了对中国人点头，对俄国人点头，对任何人都点头。他学会了在这里生存的礼仪：不惹事，不占便宜，不拖欠工钱，不说别人的闲话。他偶尔会和其他白俄难民聚在一起喝一杯酒，他们聚会的地点有时候在道里区的一间地下室里，有时候在江边的一个棚子里。他们喝酒的时候会唱俄国歌，唱那些关于家乡的草原和河流的歌。米哈伊尔跟着唱，但他总是唱着唱着就停了，因为他发现自己不记得歌词了。那些歌他在部队里唱过几百遍，但逃亡的路上，他从来没有唱过它们。等他在想唱的时候，歌词已经模糊了。他发现不只是歌词模糊了，他的俄语也在慢慢变得不标准。他在哈尔滨说俄语的对象越来越少，大部分时候他用简单的俄语和手势与中国人交流。他说的俄语越来越像一种夹杂着中文词汇的变体。他开始说哈尔滨这个词，而不是哈尔滨。他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个哈尔滨人了。这个发现让他既安心又不安。1922年冬天，米哈伊尔遇到了一个改变他生活的人，一个俄国女人。他是在道里区的一间面包房里认识她的。她叫娜塔莎，也是白俄难民，比米哈伊尔早2年到哈尔滨，在面包房帮工。她会烤黑列巴。米哈伊尔第一次进那家面包房是为了买黑列巴，他买了一整条，拿到手的时候闻到那个味道，他站在那里愣住了。那个味道和萨马拉省的黑面包的味道几乎一样。他问娜塔莎：“你是怎么烤的？”他说是跟一个老面包师学的。那个老面包师是从西伯利亚来的。米哈伊尔买了那条面包，回去的路上他走得很慢，他一边走一边闻那个味道，那个味道让他想哭，但他没有哭。他把那条面包带回杂物房，放在桌上看了很久，然后掰了一块放进嘴里。和他记忆里的一样，他第2天又去了那家面包房。他说他还要买黑列巴。娜塔莎看了他一眼，把面包递给他。他接过面包没有走，他站在柜台前面站了一会儿，然后问他：“你明天还在这里吗？”娜塔莎说：“明天在。”他说：“那我明天还来。”他走出面包房的时候，手里拿着那条黑列巴。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笨拙过。他以前在战场上不笨拙，在逃亡中不笨拙，但在一家面包房里，面对一个烤面包的俄国女人，他说了一句：“那你明天还在这里吗？”然后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他第2天又去了，第3天也去了。他每天去买一条黑列巴，
买了1个月，他每天去都只买黑列巴，说很少的话，买完就走。但到了第2个月，他开始在买完面包之后多站一会儿，有时候帮娜塔莎搬一袋面粉，有时候帮他看一下炉子里的火。第3个月的一天傍晚，他帮娜塔莎关店，2个人站在面包房门口，外面下着雪，哈尔滨的冬天很冷，但面包房的门缝里透出温暖的光。米哈伊尔说：“我想请你吃饭。”娜塔莎说：“什么？”米哈伊尔说：“吃饭。我知道一家中国馆子，他们的面条很好吃。”娜塔莎看了他一会儿，说：“好。”那天晚上，他们去吃了那家中国馆子的面条。米哈伊尔用他攒的工钱请的客，他点了2碗面，1盘酱牛肉和1小瓶高粱酒。娜塔莎吃得很慢，她不太会用筷子，米哈伊尔也不太会用，但他们用勺子吃得很好。那顿饭他们说了很多话，米哈伊尔说了他的萨马拉省，说了他的逃亡，娜塔莎说了他的彼得堡，说了他的逃亡。他们发现他们的逃亡路线几乎一样，都是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向东走。他们甚至可能坐过同一列火车，在同一个站台上睡过觉。那天晚上送娜塔莎回去之后，米哈伊尔走在回杂物房的路上，他走着走着笑了一下，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，他只觉得心里有一个地方松了一下，像一个结了很久的结，终于被解开了一点点。他回到杂物房，躺在床上，看着房顶，天花板在黑暗中看不清，但他知道明天早上他会起来干活，会去面包房买黑列巴，会再见到娜塔莎。他第一次觉得明天是有形状的。米哈伊尔和娜塔莎的婚事是在1923年秋天办的，没有教堂，没有牧师，没有正式的仪式，他们只是在道里区的一家俄国馆子请了几桌客，来的客人不多，有娜塔莎在面包房的同事，有几个白俄难民朋友，有赵德厚、刘大庄、老婆、小朱、安德烈，小林也来了。米哈伊尔把赵德厚拉到自己那一桌，用磕磕绊绊的中文说：“这是我的老板，是他收留了我。”赵德厚说：“不是我收留你，是你自己来的。”那天晚上，娜塔莎换了一件干净的裙子，那是她用省下的钱买的。米哈伊尔穿了一件新衬衫，那是娜塔莎给他做的。他们站在馆子的门口，接受客人的祝福。米哈伊尔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个场面，他只会反复说谢谢，用中文说，用俄语说。他们租了一间比杂物房大不了多少的屋子，再到外区的一条巷子里，1张床，1张桌子，2把椅子，一个炉子，一个柜子。桌子是赵德厚送的，椅子是老普做的，柜子是小猪的活。米哈伊尔和娜塔莎站在那间屋子里，看着那些家具，他们的全部家当就这么多了。但他们看着那些东西的时候，眼睛里有光。搬进新屋的第1天晚上，娜塔莎在新炉子上烤了一条黑列巴，那面包的味道充满了整间屋子。米哈伊尔坐在床沿上，闻着那个味道，他看着娜塔莎在炉子前面忙碌的背影，他觉得他在萨马拉省的时候，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哈尔滨的一间小屋里看着一个女人烤面包，而这个女人是他的妻子。他走到娜塔莎身后，从后面抱住了她。娜塔莎没有回头，她继续翻着面包，但他感觉到她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。那天晚上，他们吃了那条黑列巴，配着从中国馆子买来的酱菜。米哈伊尔说：“这条面包比萨马拉省的好吃。”娜塔莎说：“骗人。”米哈伊尔说：“真的。”他想了想，又补充说：“可能不是面包好吃，
是吃面包的人不一样了。娜塔莎没有接话，但她低头笑了一下。第二天早上，米哈伊尔照常去德后家具铺干活。他出门的时候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回头看了看那间小屋。屋子还很小，但里面有了一个女人，一个炉子和一条黑列巴的味道。他觉得自己站在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站过的位置上。他转身走向铺子，脚步比昨天轻了一些。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里，他不再是一个从冰面上走来的男人了，他是一个有家的男人。结婚之后，米哈伊尔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未来。他不想一辈子只做搬运工，他想学一门手艺。他问赵德厚能不能教他做木工。赵德厚说，木工不是一天两天学得会的。米哈伊尔说，我知道，我学得慢，但我学得会。赵德厚让老普教他。老普教米哈伊尔的第一课是认木头。老普拿了几块木头让他摸，让他闻，让他看纹理，然后让他说出每块木头不一样的地方。米哈伊尔摸了一个下午，最后说出了一点不同。老普说，不错，你用手认出了松木和白桦木的区别，这是第一步。米哈伊尔学木工很慢，但他有一个好处，他手劲大，耐力好，学一个动作可以反复练几百遍，不觉得烦。他用了3个月学会了刨平一块木板，用了6个月学会了开一个像样的榫头，用了快1年，才做出了一把像样的椅子。那把椅子歪歪扭扭的，但赵德厚看了说，能做。米哈伊尔把那把椅子搬回家，放在他们的小屋里。娜塔莎看了一眼说，这是什么？米哈伊尔说，椅子，我做的。娜塔莎坐在上面试了试说，有点晃。米哈伊尔说，我在练。娜塔莎说，不用，我觉得挺好。然后他站起来，亲了他一下额头。那把椅子后来一直在他们的小屋里坐着，它有点晃，但从来没有散架。米哈伊尔每次看到他都会想，那是他做的第一把椅子，他学会的第一门手艺，他在哈尔滨挣到的第一个立足点。1924年，娜塔莎生了一个女儿，他们给她取名玛利亚。玛利亚出生在哈尔滨的春天，那年松花江的冰刚化完。娜塔莎在生产的时候，米哈伊尔在产房外面走廊里来回走了整整1夜，他不停地搓着手，他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他只知道他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，就连在战场上他都没有这么紧张过。当护士抱着一个裹在毯子里的小东西走出来说，恭喜你是个女孩的时候，米哈伊尔站在那里没有动。他伸出手想抱，又不敢抱。他说，他太小的，他真的太小了。护士笑了说，孩子都这样。米哈伊尔小心翼翼地接过那个小东西，他把它抱在怀里，觉得自己手里捧着的不是孩子，是全世界。玛利亚的第一声啼哭是在哈尔滨的天空下发出来的。她长大以后会说俄语，也会说中文。她会在道外区的巷子里跑来跑去。她会有俄国邻居和中国邻居。她会是哈尔滨的女儿。米哈伊尔有时候看着玛利亚在院子里玩，会觉得不可思议。他在萨马拉省的那个村庄里，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一个女儿，而这个女儿会在哈尔滨长大。他会想，如果他当初没有加入白军，没有沿着铁路逃亡，没有走到哈尔滨，他的人生会是另一条路。但那条路不存在了，他只走了一条路，这条路把他带到了这里，带到了这个院子里，带到了他的妻子和女儿身边。他承认这条路走得很难，但他不后悔。1926年，米哈伊尔在德厚家具铺正式成了木匠学徒。他跟着老普学了2年木工，
现在终于可以独立做一些简单的活了。赵德厚给他开了一份固定的工钱，比搬运工高了1倍。米哈伊尔第一次拿到那份工钱的时候，数了2遍，然后回家把钱放在桌上，对娜塔莎说：“这是我做木匠挣的。”娜塔莎看了看那堆钱，又看了看他，他看到他的眼睛里有光，那道光，他在他搬面粉的时候见过，在他学会做第一把椅子的时候见过，但没有一次像现在这么亮。那天晚上，娜塔莎用那些钱买了一点肉，做了一锅俄式炖菜，配着黑列巴。他们一家3口围坐在桌边吃饭。玛利亚已经会走路了，坐在一把小椅子上，自己抓东西吃。米哈伊尔看着女儿吃东西的样子，想起了自己在萨马拉省的童年。他想他的母亲大概也这样看过他吃东西。他把一块肉夹到玛利亚的碗里，玛利亚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笑了。米哈伊尔在哈尔滨的生活就这样定了下来，每天早上去铺子干活，中午回来吃娜塔莎做的饭，下午继续干活，傍晚回家，他会先抱一抱玛利亚，然后帮娜塔莎劈柴，或者修一下屋子里的什么东西。周末，他有时候会和安德烈一起坐在江边聊天，有时候和娜塔莎去道里区的教堂做礼拜。虽然他自己都不太相信上帝，但他觉得坐在教堂里安静一会儿也很好。他开始习惯了这种平淡的生活。他发现自己其实喜欢平淡，在经历了那么多颠沛流离之后，平淡就像一块没有风暴的港湾。他靠在港湾里，不想再出海了。1928年的某一天，他收到了一封信，信是从欧洲辗转寄来的，信封上写着他的名字，地址被涂改了很多次，看起来在路上走了很久。他拆开信，里面只有一张纸条和一个地址，纸条上写着他母亲的名字和一行字：如果你还活着，请告诉我。米哈伊尔拿着那张纸条站了很久，他把纸条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。他母亲的笔记，他认出了那是他母亲写的。最上面的那行字是他母亲的名字，下面那行字是别人的笔记，可能是写信的人替他母亲写的。他坐下来写了一封回信，他写了很多遍，开头写了撕掉，写了又撕掉，最后他写了一句：妈妈，我还活着，我在哈尔滨，我有妻子和一个女儿，我很好。他写完之后，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。第二天他托安德烈帮忙寄出。安德烈说，这封信可能要很久才能到。米哈伊尔说，没关系。他说，我知道，他收到了就好了。那封信后来走了将近1年，米哈伊尔没有收到回信，他不知道母亲收到了没有，他是否还活着。他有时候会想那封信，但他不再等了。他在哈尔滨有自己的生活，他不想被一封可能永远到不了的信拴住。玛利亚5岁那年春天，米哈伊尔带他去松花江边看冰排融化，巨大的冰块在江面上互相撞击，发出轰隆隆的声音。玛利亚站在父亲怀里，看着那些冰块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说：爸爸，冰在走。米哈伊尔说，对，冰在走。他抱着女儿站在江边，看着那些冰排一块一块流向东方。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到哈尔滨的那一天，也是在这条江边。他坐在冰面上喝了一瓶伏特加，对着东边想家。现在他还是站在江边，但他的身边有了女儿。他的家不在这条江的东边了，他的家就在这里，在哈尔滨，在这条江的南岸。那些冰还在走，但他的生活已经不走了。